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了一下微软，先是仔细翻了他们10几份财报，又看了很多分析师的观点，还自己搭了一套估值模型来跑数据。今天想把这些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。先直接说我的结论吧，我个人认为微软目前的估值是相对偏低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微软的整体情况，目前微软股价大概在399美元左右，市值接近3万亿美元，是全球第2大上市公司。覆盖微软的53位华尔街分析师中，没有一位给出卖出评级。我通过自己搭建的估值模型测算出微软的目标价在520美元上下，对比当前价格，大概还有 30% 左右的上涨空间。不过这只是模型结果，不代表股价一定能达到这个水平。后面我会详细拆解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。这里我整理了3个核心逻辑，接下来会逐一展开说明。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财务数据入手。这是微软今年3月发布的2026财年第3季度季报，单季度营收达到82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8.3%。对于一家市值接近3万亿美元的巨头来说，这样的增速相当亮眼。净利润方面，本季度录得317亿美元，净利率高达 38%。简单来说，微软每赚1块钱营收，就有近4毛钱是纯利润，剩下6毛钱才是各类成本支出。这个比例在全球企业里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水平，毛利率为 67.6%， 经营利润率 46.3%。 横向对比来看，苹果的经营利润率大概在 46% 以上，谷歌约 34%， 微软和苹果几乎持平，还显著高于谷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在微软持续大规模投入 AI 的背景下维持的利润率，含金量其实很高。每股收益 EPS为 4.28 美元，同比增长 23%， 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达 34%， 说明公司用股东资本创造收益的效率相当高。整体看下来，微软的财务基本面是比较扎实的，没什么明显的问题。接下来我要聊的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部分，估值。很多人可能觉得微软贵，毕竟它是一家市值3万亿美元的巨头公司。不过我们不妨结合具体数据来看，从市盈率 PE 来看，按明年预测利润计算的前瞻 PE 是 2.7 倍，这比同类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要低。企业价值对息税折旧前利润的比值是 16.4 倍，在科技股里也处于偏低位置。我个人特别看重的一个指标是 PEG， 也就是用市盈率除以增速，它衡量的是为每一份增长所支付的价格。微软当前的 PEG 只有 1.2 倍，而它历史均值大概在 1.8 倍左右。通俗点说就是现在买微软的增长比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更划算。我自己做了一个3情景的 DCF 模型，基础情景下假设收入增速 15%， 自由现金流利润率 30%， 折现率 10%， 算出来的估值是520美元，乐观情景下能到640美元，就算是最悲观的情况，增速只有 10%， 折现率拉高到 10.5%， 估值也在400美元出头，和现在的股价基本持平。这意味着当前价格的下行风险相对有限，图里这条红线就是现在的股价位置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市场低估了微软？主要基于3个核心逻辑。首先是 Azure 与 AI Copilot 的双轮驱动效应。微软云业务 Azure 目前仍保持着 28% 以上的增速，这在如此大体量的业务中实属难得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将 AI Copilot 的深度嵌入 Office 365、Teams、GitHub 等几乎所有主流产品矩阵。企业每购买一个 Copilot 席位，平均能为单个用户带来约 30% 的收入增长。这并非停留在概念层面，而是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收增量。这块业务的成长潜力，我认为尚未被市场充分定价。其次是强大的护城河优势。微软商业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于，企业一旦采用其产品生态，替换成本极高。试想，一家公司的员工习惯了 Office 办公， IT 系统部署在 Azure 上，若要迁移至其他平台，需要投入多少时间与资金成本？这种用户粘性赋予了微软极强的定价权，也正是因此，它才能持续维持 46% 的高经营利润率。对于这类拥有深厚护城河的公司，市场理应给予更高的估值溢价。最后是估值的安全边际。当前微软股价较历史最高点回落约 18%， 且估值 PEG 处于历史低位。基本面强劲与估值洼地的组合在过去几年里并不常见，
这为投资提供了难得的安全垫。当然，这家公司也存在一些需要明确说明的风险点。首先是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压力，今年微软计划在 AI 基础设施上投入超800亿美元，这部分真金白银的投入，短期内会挤占自由现金流，对公司估值造成一定压制，是实实在在的潜在隐患。其次是竞争层面的挑战，亚马逊 AWS、谷歌 GCP 在云服务市场的份额争夺一直持续，这种竞争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，而 OpenAI 如果未来完全独立商业化，也可能对 Copilot 的业务构成潜在威胁。另外还有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，欧美对大型科技公司 AI 业务整合的审查始终存在，虽然难以量化，但确实是需要关注的变量。最后从技术面来看，当前股价处于多条均线下方，短线面临一定压力，对于偏好短期波段操作的投资者来说，需要格外留意。我个人梳理下来，微软在基本面、护城河、AI 布局这几个核心维度其实都挺扎实的，没什么明显的硬伤。再看当前估值，对比它的成长节奏，感觉是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甚至偏低的区间里。不过这只是我基于现有信息的分析逻辑，不代表未来股价走势，更不是任何投资建议。最终的决策还是得大家自己拿主意。如果你们也在研究微软或者类似的科技巨头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，分享下你们的看法。要是觉得这期内容有点参考价值，麻烦点个赞或者收藏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